嗨，大家好，我是克利。在这个频道的话呢，我会分享我个人的经验还有心得。那今天想要分享的是，就是说话订阅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确实发生的。那在讨论这一个之前呢，想先嗯跟大家一起回想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一些东西是订阅制的。那可能从很久以前就是有这个订阅制的存在嘛，比如说我们去搭车的话，比如说交通，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有月票了嘛，那这个就是订阅制的方式，先付一个月的钱，然后你这个月都可以搭乘，那有的可能限次数啦。那还有一个，比如说保险费好了，以医疗保险来说，它也是在意外发生之前，你先付一个费用嘛。那等意外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给付。我觉得这个也类似订阅吧。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有的游乐园啊，比如说迪士尼好了，它可能就有出年票嘛，就是你付了这个票的钱，你这一年都可以去无限次，那这样子的方式。那这个就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本来就有的订阅制。那现在很多的 apps，就是手机上的软体也很多都是订阅制的吧？那举例来说，我自己有用过的，好了，比如说像 Netflix，Netflix 它订阅制，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它其实相对它取代的是以前大家会去租片子嘛，那租片子，那像我自己其实我很少影片会就是电影啊会看很多次，所以像它如果 Netflix 上面可以去付一个月费，然后可以看很多很多影片，相对就有点像去租一次来看。那我觉得它相对是蛮便宜的，因为它可以看很多影片嘛。那再来说，如果真的不喜欢 Netflix 的这样的方式，现在还是蛮多的，就不管是动漫或是电影，他们可能还是会出光碟片嘛。那这就是一个替代的方式，或是我还是会去电影院看啊，就是我觉得在电影院的感受还是跟 Netflix 的感受蛮不一样的，所以它相对还是有一个替代的选择。那再来的话，比如说 Google Drive 也是，我想应该也是蛮多人会用的。那它替代的就是实体的硬碟嘛。那实体的硬碟我以前会用，但是我后面都使用 Google Drive，因为实体硬碟有的时候会坏嘛，然后你还要随身携带。那 Google Drive 这种云端的硬碟，你就可以随时取用嘛。你可以手机、可能电脑或是不同装置，你都可以想用就可以用，或是可以很快的分享给别人。我觉得它是蛮便利的。那这个东西它也是订阅制的嘛，嗯，我觉得它就蛮合理的啦，它就是相对一个比较不会坏掉的硬碟，也是有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只是说如果是很大的公司的话，可能那个相对资料消失的可能性会比较小。那如果真的不满意这样子的平台的话，你还是可以去买那个实体硬碟嘛。那最后的话再分享就是笔记软体，像我之前就有用 Good Note，那我其实 Good Note 替代的就是我不想要用纸本去写，然后这样子可能要留存的话会比较麻烦。那像 Good Note 它一开始是出买断制的嘛，那买断制后来它就变成订阅制，然后后面就是可能很多人很不满之后，它又出了一个买断版。那对我来说，其实这个买断版就
我以前就买断版，它可以持续再继续用。我觉得买断版就蛮够用的，因为其实就是用这个像 GoodNote 这样的软体，对我来说，它就是替代纸本而已，所以它后面再出的什么其他功能，老实说都不太需要，所以我觉得，他要出一个买断版是会比较合理啦，对于我来说，或是对于某一些其他的使用者来说。那如果真的就是很不喜欢这样子的就是订阅方式，就是越来越多笔记软体都是订阅制嘛。那真的不喜欢，就是再回归纸本嘛，纸本也是可以的。这只是说像我自己，就算我用纸本记，我还是会把它打到电脑的文件上，或是笔记软体上面，因为我自己写字实在太丑了，所以我过太久会看不出来我自己在写什么，或是写的太重点了，就看不懂，所以我还是会，就算我用手写，我还是会把它再腾到那个笔记软体上。那最后就是回到主题，就是回到正题，是说刚刚有讲到这一些订阅制的东西，那现在其实连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的说话也变成订阅制了。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到，说话的辅具。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因为一些因素，可能是脑部的关系，或是肌肉控制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像大众一样，就是像我现在直接用嘴巴说话嘛。那他们可能就是需要用辅助的工具。那通常，以前科技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会用纸本的方式。纸本就是可能我有一个图片，然后来表达我的需求，或上面就写一句话。那像现在的话，有科技辅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现在科技辅具，如果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概念，他们会怎么做？那首先你就是需要一台平板嘛，一台平板，然后平板上面就是你就可以放，就是上面有图片啊，然后跟一些字。那当然你说纯文字或纯图片都可以。那他们可以再用，就是我去点击这个图卡，比如说好的，然后去发声。但是你应该发现说为什么没声音呢？因为呢，这个现在连这样子的软体也变成订阅制了。那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软体是Tobii Dynavox 出的 TD Snap。我其实以前就一直用这个软体，因为我觉得这个软体它编辑的很快速、很方便，然后里面的图库也蛮多的。那客制化的功能很多，我以前就是一直蛮喜欢这个软体的。那最早开始的话，这个软体是$49.99吧，大概是这个价钱去做买断。那后面现在近期就是$9.99一个月的订阅制。那对我来说，像这样子的工具啊，它的确现在也很多，比如说免费的软体嘛。可是像是这样子的科技辅具或软体，它其实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所以必须可能像 Tobii Dynavox 这么大的公司才有这样的资源去开发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体。那的确，开发一个好的软体或维护这个软体是需要金钱的资源嘛？那我想就是这样子的费用对于某些人来说合理，某些人来说不合理。那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他应该要出一个买断的版本。就是我的理由是这样子的，因为首先说话它是一个每个人就是表达这件事情是一个每个人的权利嘛。那它的目的相对就是比较是医疗或者是比较教育性质的。那我想像这样的性质，它应该要有一个买断的可能性。它势必是
他目前这样的方式势必是他的商业考量，但是，我想就是基于这个工具的使用目的跟情境下面，通常会使用的人，他应该是在经济能力上相对比较不足，或是可能完全没有经济能力的个人在使用这样的软体。那如果今天它是$9.99一个月，那之后会不会变得更贵？然后包含现在这个软体，其实你要在使用其他的功能，你都是要再付更多的费用。对我来说，它就并不是这么合理啦，因为其实像我们一般讲话嘛，我们可能平常常常讲的话就是那几句嘛，所以像这样的沟通的画面，他要讲的话，其实大概就是那几个功能，那几句话，基本上就是像是一个定版，不太会再改变了。所以我会觉得它应该出一个买断制，然后就是可能你可以有固定的页面、固定的功能，然后做一般的使用。对，我觉得就基于这样子的想法来说，我觉得像是沟通或是呃沟通表达的这样的辅具是应该要是买断的，然后订阅的话，我觉得我不觉得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如果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话，我觉得除了这件事以外啦，大家可以再反思看看说，现在所有的那些订阅制的东西，它真的合理吗？因为它可能就会开始扩张，就是现在是这一些看似合理的东西订阅制，那现在再来是像这样子的沟通辅具也开始订阅制了，那会不会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订阅制，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再拥有一些我们应该可以拥有的东西，还有像是会不会哪一天开始大家说话都是订阅制呢？就是也许这样子吧，所以今天才会特别想要讲这个主题。那就先这样子喽，谢谢大家。